根据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的2022年贸易数据，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增加24亿美元至1538亿美元，进口额增加318亿美元至5368亿美元。中美货物贸易总额高达6906亿美元，超越2018年贸易战时的6615.22亿美元的前期高点。有分析指出，尽管在过去几年中，中美经贸关系变得日益脆弱，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进行科技打压、产业断链、资本脱钩等极端经济施压措施，无底线毁损中美关系的基石，但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在逆势中创历史新高，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和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美国狭隘政客的反华之举不能撼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其次，中美互利互惠的经贸联系深度交融。我们注意到，近期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商会将和会员企业一起把握新的发展机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美中挂钩才是让两国人民受益的良策。中方将始终坚持开放合作，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企业为避免地缘政治风险，不得不采取中国+1策略，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但事实上，这不仅将导致经济效率大大降低，而且必将不断侵蚀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关系基础。如果世界最终形成中美两大经济平行体系，将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复苏，成为各国难以承受之重。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并未放弃零和博弈的战略，近来反而加大对中企的打压。对于近期部分外媒报道，拜登政府将禁止美国企业对一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束觉婷作出回应：一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正常商业决策，这种做法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损害企业和投资者利益，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整个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共享发展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8月美国历史性的所谓芯片法案正式落地后，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战大有升级之势。先是荷兰、日本两国在美国施压下同意启动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后有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并计划限制美国对敏感领域的中国科技行业进行投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于本月23号发表演讲，概述拜登政府计划如何通过芯片法案来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所谓国家安全。然而，美国大张旗鼓的对华搞新战术，绝对是损人不利己。最近，美国知名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泛灵集团宣布，受最新一轮对华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影响，集团将解雇1300名全职员工，未来2个季度还计划解雇1400名临时员工。美媒分析，在美国政府对中国芯片和半导体等行业实施蛮横打压后，许多美国公司深受其害，包括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开发商、芯片设计商、晶圆制造设备生产商、芯片制造商本身等。全球光刻机巨头荷兰阿斯麦最近也发出警告，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可能导致半导体价格上涨。芯片领域，它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是相当复杂的，让任何一个国家，就是你很难说你以一己之力，那你可以在这个行业整个的行业当中去占据主导的一个地位。美国虽然现在就是说，它靠这个芯片法案，它想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仅仅投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人才，台积电它是需要对一个工程师进行大概长达8年的时间，才能让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那么你前期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后续你必须要具备一个非常好的行业的
生态，你才能够把前期的成本给收回来。因此，也会对于美国自身的芯片行业的发展，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4号报道，美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日前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提到了去年与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围绕半导体制造补贴的一场谈话。去年8月，张忠谋在午宴上当面告诉窜台的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美议员，半导体芯片制造极其复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讲究组装质量。如果美国认为靠砸钱就可以进入世界上最复杂的芯片制造市场，那就太天真了。佩洛西对政治新闻网表示，在场的其他台企高管也对美国提出质疑，比如美国的环境和劳动法是否符合培育尖端产业的目标。事实上，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0月就曾披露这次对话。该报道称，张忠谋直接对佩洛西表示，美国重建其国内芯片产业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张忠谋第一次质疑美国的人力和企业环境是否适合半导体制造。早在2021年10月，张忠谋在发表演讲时就曾直言，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不完整，生产成本高，美国要推动半导体在本地制造，不可能会成功。去年4月，张忠谋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再度提到，美国芯片制造业没有扩张和成功所需要的人才资源，制造芯片的成本高得令人却步，因此美国增加芯片产能的举措可谓是昂贵、浪费且徒劳无功之举。分析认为，即便美国极力引导先进芯片产供链转向美国主导的小圈子区域化发展，但全球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地区分布和相互依赖局面很难被改变。美国强力重塑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产业链，必将重创全球半导体产业。短期看，美国确实给中国的芯片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制造了麻烦，收获了现实利益。但长期看，美国歇斯底里的打压，倒逼中国芯片产业不断突破，让自己失去了巨大的中国市场，最终会极大削弱美国科技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损害全球芯片产业发展。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中国还是目前全球半导体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消费的市场。那比如说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它有20%到30%的业务都是在中国市场的。那可能据说，那么就是说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击，它可能会造成日本的这部分业务的70%受到影响。那还比如我们的近邻韩国，韩国的这个芯片的出口的40%都是到中国的市场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行业的打击，它其实是对于半导体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